他就说了一句：“你会给我20万吗？”所以他想摸我的底，但是我不跟他透露，我就试探你是真心跟我过，还是有其他的目的。甘肃农村的一个院子里，挤满了等待相亲的光棍们，像面试一样等待着被女方叫号。负责搭线的中间人忙着向女方父母介绍，这位穿着粉色短袖的小伙子在城里做厨师，收入稳定，还存了不少钱。还没说几句就被请出了家门，连女方的面都没有见到，只能站在门外等消息。从城里回来的小伙子很不理解，城里相亲男女约出来面对面聊就好了，怎么到了农村头一次见面就要全家出动呀？穿黄衣服的介绍人说了大实话，相亲就是要从一开始就了解对方的家庭和住房情况，你在城里请人吃饭花冤枉钱不说，成功率也低。穿绿衣服的介绍人也上去搭话，说这家姑娘不错，家门口经常有人排队相亲，今天这阵仗已经算小的了。最夸张的时候，家门口停了4辆车。不久前他还从400公里外带来了5个男人来相亲，最后1个都没成。然而小伙子听到这话，心情并没有好一点，花了时间不说，连面都没见到，确实有些憋屈啊。就在他们说话的空隙，还有络绎不绝的人走进了女方的家，几个介绍人在一起忍不住吐苦水。现在女孩子太少了，有些女孩子根本就不搭理他们，先是排队相亲，再焦急地等待结果。这种情况在这里极为普遍，当地的媒人也不像大家印象中传统媒人的样子，反而更像是做小生意的精明商人。面试结果还没有等到，媒人联系到了另外一个女人，离过婚，30岁左右，一行人准备出发去见面。这时小伙子却突然有些不情愿，对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介绍人无奈地说，相亲这种事儿不能捡到篮子就是菜，你已经30-40岁了，还想找不到30岁的女人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小伙终于被说动了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试试看呗。然而现实是，他还没进门就被女方拒绝了。女方父亲说，女儿远远地看了他一眼，嫌小伙子个矮，见都不想见。媒人还想要争取让2人见面，被女方父亲拒绝了。小伙子站在后面尴尬的不知所措。找不到对象的事儿不止发生在这位小伙子身上，今年42岁的杨瑞清是个长途汽车乘务员，家里有个毛坯房，打算结婚就装修。杨瑞清1年相亲了20多回，回回不成功。这一次相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离婚女性，家里人忙上忙下。杨瑞清嘴上说着不是第一次相亲了，不紧张，但是手上嘴上都没有停下来过。他穿着过时的老旧西装，打理着不需要打理的光头，说自己相亲之所以不成功，是因为长得丑，而且还是个光头。他让照相馆给自己 P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，看起来确实比现在年轻帅气了一点。女方来了之后没多久就着急走，杨瑞清的母亲为了给他留个好印象，还给女方送了个红包，然而被对方拒绝了。2人推诿了半天，最后女方逃进了车里，关上了门。杨瑞清感觉女方看不上自己，他宁愿快点离开，也不肯留下来吃顿饭。而且聊天过程中完全没有直视过他的眼睛，着急走的样子就像赶去逃难一样。杨瑞清还是不甘心，开始短信轰炸。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之后，似乎是为了挽回自尊，杨瑞清评价对方，他在城里没人要，在农村又待不下去。然而1分钟之后，女方来电话了。刚刚还在吐槽女方不是的杨瑞清立马笑得咧开了嘴。对方说因为昨天上夜班太累了，没有看到信息，醒来就给杨瑞清回电话了。杨瑞清迫切地想知道女方的评价，让他直接表个态。听到对方说对他没什么不好的印象，杨瑞清感觉有戏，立马约了第2次见面。女方也爽快地答应了。杨瑞清开心地说，这就有转机了。2人约在景区见面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很快就到了尴尬的阶段。女方开始沉默地玩手机，还完全不理睬杨瑞清的逗笑。杨瑞清是个老实人，不会什么花言巧语，他以为女方有烦心事儿，没想到接下来说的话让他当场就愣住了。女方直接向杨瑞清借20万，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，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女方这是在试探杨瑞清的老底儿。杨瑞清也是有心眼的，他直接回了一句，这要看咱俩什么关系了。普通朋友的话肯定不会借钱的，他也想试探对方的目的到底是钱还是人。20多次的相亲经验果然不是虚的。然而女方的回复就是直接把杨瑞清拉黑了，这也让杨瑞清更加确信女人的话不可信这个道理。虽然女方说要过平淡的生活，但前提也要是有房有车有存款的。杨瑞清说，如果自己是个亿万富翁的话，他也可以找到20岁的女人。跟了有钱人什么都有保障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有的人干了几十年什么都得不到，跟了有钱人什么都有了，这可能就是他口中的平淡的生活。
这一次的相亲再次以失败告终。杨瑞清回忆起自己的初恋，说自己喜欢村姑型的女孩子，两股长长的辫子垂到腰间，淳朴善良。当时他19岁，女孩16岁。他当年没有和父母明说，而是找了亲戚去劝说，因为他的2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，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杨瑞清后来还去打听过初恋的情况，没想到得到的却是一个噩耗，那个女孩结婚不到1年的时间就喝药自杀了。杨瑞清30多年都没有忘掉自己的初恋，加上后来无数次相亲的失败，让他更怀念淳朴的感情，而不是被物质包裹的婚姻。相比单身的杨瑞清，马云飞可能更加幸运一些。同样是42岁，出生在农村的男性，马云飞不仅兼职给人说门，还在城里开了私家理疗店，可以说是小有所成。虽然平时还兼职给人说媒，但马云飞自己却是个光棍。不过他不像朋友杨瑞清一样着急，他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对象罗茜，对方27岁，比马云飞小了1轮还多，长得年轻又漂亮，是个保险公司的员工。马云飞对罗茜很满意，觉得她就是可以结婚的目标。马云飞经常叫她到店里做理疗，还带她出去吃饭唱歌，也经常送礼物给对方。罗茜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知道马云飞的追求是认真的。马云飞虽然比自己年纪大很多，外形也不够好，但好歹事业有成，所以罗茜从来没有拒绝过马云飞的示好，两人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。罗茜说，找对象无论男女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事业。饭桌上，杨云清问罗茜喜欢什么样的，她支支吾吾的没有明确回答。罗茜用开玩笑的口气说，乡下水质不好，希望马云飞可以去海边买套海景房，这样的话结婚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虽然是玩笑的语气，但马云飞知道他内心是有这个希望的。马云飞想了别的办法，让他们的职业有了更多的牵连。马云飞是做理疗的，于是他推荐罗茜去销售一些保健品。他觉得中国进入老年社会，健康行业大有前途，再加上罗茜是护士学校毕业的，也非常适合这个行业。但罗茜却说了一句，要学会销售产品，得先学会销售自己。这一句话也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他觉得连自己都没有很好的出路，更别提销售产品了。马云飞还在劝导他，然而对方却听不大进去了。马云飞的大道理还不如手机上的红包让他更感兴趣，一个100元的红包就能让他笑容满面。马云飞希望两人以后可以一起干，但话还没有说完，罗茜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面对罗茜的忽冷忽热，马云飞也感觉到很头大，完全想不通是哪里不对。马云飞的同事说了句大实话，你该清醒了，你和他是不可能的，别在不对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但马云飞却没当回事。尽管这样，马云飞还是去算命先生那里算了命。算命先生说，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断舍离，抛去对过去的眷恋，才能开创新局面。不知道是不是算命的应验了，罗茜开始对马云飞越来越冷淡。不同于之前的忽冷忽热，罗茜直接找理由，冷漠地拒绝了马云飞。本来约好的晚饭和准备好的礼物都泡汤了，罗茜拒绝了马云飞，去了朋友的 KTV 聚会。就在罗茜和朋友喝酒玩笑的时候，马云飞正等在罗茜家的楼下，一直拨打他的电话，却始终没人接。罗茜在同龄朋友身边的状态和在马云飞身边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了敷衍和忽冷忽热，开起玩笑来也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在这群朋友中，有一个靠父母关系进入国营石油公司的男子，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，罗茜是他的人。这个男人说，他从来不缺钱花，他的人生目标就3件事，吃好穿好玩好，不用担心将来，还说乱花钱没问题。退休辞职了，国家会给100万。和聚会的欢乐气氛相反的是，马云飞这边的安静冷清。马云飞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有回复，一个人在招待所里拿着准备好的包，反复的看来看去。罗茜拒绝赴约的时候，对马云飞说，可以把包送给更漂亮的女人，这明显是变相的拒绝。马云飞始终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明明自己经济条件也不差，追求一个在大城市打工的大龄女子，怎么就成不了了呢？马云飞继续在理疗店给客人做按摩，而另外一边的杨瑞清正收拾行李准备出去打工。2个人的相亲都以失败告终。在中国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多万，也就是说，就算所有的女性都结婚了，还是会有一大批男性娶不到老婆，甚至是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导演李晨拍摄的纪录片《光棍儿：中国结不了婚的男人们》在日本上映，他探讨了中国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的婚恋问题。在纪录片中，
男性打光棍的原因，大部分是因为女性物质、拜金和肤浅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说，42岁的男性想要娶27岁的女性，最后没有成功，还指责对方物质、拜金，不也是贪图对方的外在条件吗？事业不是很成功的杨瑞清幻想自己是个亿万富翁，这样他就可以找到20岁的老婆，不也是非常看重女性的外在条件吗？相亲确实需要把很多信息透明化，甚至是明码标价。但是时代在进步，经济在进步，人的思想也应该要进步。女人如果不想把自己沦为市场上被待价而沽的商品，男人如果不想被人面试，海选一般过滤筛选，那就多读书，多挣钱，思想独立，人格独立，经济独立，那么你能看到的世界绝对比现在的丰富。这里是普通人实录，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，感谢你的关注。